直到那个扶不起的阿斗统一了3国，诸葛亮才终于确定眼前的阿斗是假冒的。陛下，臣只是想问问，陈大哥不成器的陛下现在身在何方？是啊，比武侯的智商，恐怕早就知道陛下换人。虽然这个陛下很好很出色，比阿斗强了不知道多少倍，但他心里却一直惦记着那个每遇到问题都会喊自己相父的阿斗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朕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又活过来了？或许是天明属汉，这一世上天让李世民穿越到刘禅身上，李世民一睁开眼，就有无数的记忆涌入脑内，蜀汉的情感，蜀汉的遗憾，全都历历在目。朕的父皇死了，朕的兄弟也死了，天哪！还请陛下节哀。这实在是太令人伤心了。陛下，我们都是先帝从底层中提拔上来的，臣等必以死报效陛下，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。臣等必以死报效陛下，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。既然这样，众卿就随朕一起伐吴灭魏，以告先帝在天之灵。我尼玛，阿斗这么好战的吗？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陛下，如今我们新败，国力衰微，相父是不是要劝朕放弃伐吴，共同抵抗魏国？不错，魏国势大，联吴伐魏才有一线生机。子龙叔，你怎么看？陛下要是执意伐吴，只怕曹丕会趁我们后方空虚，直捣成都啊！这有何难？让相父守成都不就行了？我相父天下无敌。陛下要说统领一支军队厮杀，我和文长、孟起都能算是万人敌。可论排兵布阵，统领3军，我们都不是陆逊的对手。哦，既然如此，朕明白了。陛下能明白就好。来人传朕命令，朕要御驾亲征。陛下圣明。什么？御驾亲征？对啊，难道你们觉得朕不知兵吗？只要朕手持弓箭，子龙叔持长枪相随，虽百万众，又能奈我何？我尼玛，你知个屁的兵！天天不是斗蟋蟀，就是勾栏听曲看戏，还手持弓箭，你拉得开弓吗？你骑得了马吗？我都这岁数了，你还想我抱着你七进七出啊？陛下，那陆逊用兵可与曹操媲美，御驾亲征也是一定要慎重啊！诸葛亮极力阻拦，除了实在不放心刘禅的水平外，还有一句话他不知该不该讲。最近几十年，御驾亲征和失败没什么区别。别的不说，刘备的夷陵之战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朕有相父实在是太舒服了，对人都不带说重话的，哪里像那魏征，天天都想气死朕。相父，曹操算什么？一将之智有余，万乘之才不足。就算他死而复生，我也能给他打到土里去，更别说那陆逊了。哎，陛下现在这样都怪先帝，当年在长坂坡非要砸那么一下，都他妈把脑子给砸坏了。陛下，那曹孟德虽为汉贼，但破黄巾，灭袁绍，征乌很可是实打实的功绩，陛下怎可如此轻敌？如此我更不能让陛下御驾亲征了。相父，那江东鼠辈一直热衷背刺，现在我们国力衰微，如果曹丕以割地换出兵，联合东吴一起攻打我们，你说东吴会不会答应？这可能性极大。所以我们要率先出击，只有把孙权打疼了、打怕了，他才不会对我们有非分之想。到时候恢复中原，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大后方。报，前线800里加急军报，曹丕出兵50万大军，直取西川。什么？曹丕真的打过来了，而且是50万大军？他曹丕倾国而来，就不怕辽东公孙渊与东吴孙权趁虚而入吗？曹丕没那么傻，依我看，最多也就出兵10万，其余人马皆是我大汉周边之敌，分别是叛将孟达、蛮王孟获、藩王柯比能，最后一路就是江东孙权，对不对？对，陛下说的都对，这5路兵马皆是精锐，十分厉害，还请陛下速速发兵救援。陛下，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难道一直是亮有眼无珠吗？传朕口谕，命马超紧守西平关，伏4路骑兵日夜交换，恫吓柯比能。命魏延对南蛮，用疑兵计，制造大军集结的假象，蛮兵多疑，必不敢进。上庸孟达拥兵自重，被曹丕忌惮，只需命李严亲笔作书，臣说厉害，其必踌躇不前，称病不出。谈笑间，5路大军已破3路，众人都不敢相信，眼前这个陛下就是那个昏晕的阿斗。子龙叔，曹魏主将曹真久经战阵，让他退兵怕是不容易，只能让你亲自出马。陛下所言真是令人茅塞顿开，老臣这就去击退曹真。陛下，臣认为东吴这边还是先派人安抚为好，日后再缓缓图之。相父说的有道理，那就听相父的，朕会派人去东吴安抚孙权的。今天就这样吧，一切交给朕就可以了。如此便好。
如此便好，臣这就告退。陛下真是成长了不少啊！有如此神机妙算之郎，还这么谦虚，汉室可兴，汉室可兴了。你们谁能告诉我，陛下去哪里？丞相，陛下留了道旨意给你。相父放心，朕已亲自带人前去安抚孙权，很快就能把孙权抓回来跳舞，并将他的九族日后再缓缓图之。我尼玛，我是这意思吗？李世民魂穿刘禅，穿越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御驾亲征。犯我大汉江湖者，朕必击而破之。陛下，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？是啊，我们人太少，万一被敌人发现了，我们可跑不掉呀。怕啥？当年二叔过五关斩六将，水淹七军，难道不是冒险？三叔当杨桥，一声怒喝，曹兵数十万人马不敢上前，难道不是冒险？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能只拉着我俩来刺探敌情啊！你想死，我们还不想死呢？自从李世民神兵天将般出现在了关兴的军营后，关兴和张苞的大脑就一直处于宕机状态。因为李世民不仅要以少打多，还拉着他们俩去敌营刺探军情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次行动只有他们3人。快看，那里有3个人在那鬼鬼祟祟的。我去，这么快就被发现了！大哥，我出场还没有1分钟啊，这就要领盒饭了吗？你们淡定点，我带兵打仗这么多年，一直都是带几个亲随刺探军情的，这些场面都是小意思。我尼玛，你还带兵打仗这么多年，你长这么大只上过1次战场，那次还是在子龙叔怀里哇哇大哭而已。跟你在一起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关兴，别愣着了，快躲开！卧槽，好厉害的剑法！咱陛下啥时候这么屌了？这他妈还是之前那个陛下吗？你们2个听着，现在我们要放慢速度，把这部敌军引到我们的伏击点，把他们一举歼灭。陛下，他们现在只有1支分队在追啊，我们怎么把他们的大部队引过来啊？这还不简单！江东鼠辈听着，朕乃大汉天子刘禅，是男人就来砍我。这啥情况啊？娘，我想回家。大伙听到没？他说他是刘禅，不要让他跑了。传令，立即调动本部所有兵马，无论如何都要抓住刘禅，把他献给吴王。随着李世民的一声大吼，吴营大军倾巢而出，1万人马死死跟在他们后面。李世民此举的目的，就是要用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和以少胜多的战绩为自己造神，让汉军上上下下彻底归心自己。都说你刘阿斗昏庸无能，今日一见果然如此，我就没见过有往死胡同跑的人。是吗？江东鼠辈，朕今日就让你们领教领教我天策上将的兵法。保护陛下，杀无狗。埋伏的汉军突然杀出，顿时就让吴军乱作一团。在敌军慌乱之际，李世民一马当先直取吴军将领。吴军将领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李世民一枪刺于脑袋。失去指挥的吴军在重重包围之下，军心迅速瓦解，纷纷选择了投降。陛下真是用兵如神啊！5000打1万都能把对面打得全军覆没，说是当时军神也不为过啊！这算什么？当年朕在虎牢关只用3000玄甲军就能大破窦建德10万精兵，相比之下，这1万吴军简直就是垃圾。陛下，这次我们虽然大捷，但我们这边的伤亡也不小，臣建议休整几天，让将士们休息一下再出发。也是，这蜀汉的军队毕竟不是身披重甲的玄甲军，将士们的伤亡难以避免。况且蜀汉本就兵少，全国总兵力也才10万左右，得想个法子提升兵力才行。传令下去，把俘虏的吴军编入我们的作战队伍，让他们随我们一起作战。陛下，这些吴兵刚刚被我们俘虏，心中定有怨气，说不准有的还能和吴军联系上，万一他们在阵前临阵倒戈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说关兴啊，这能算是问题吗？先汉时霍去病手底下的匈奴人占的比重可不小，战果如何？人大多慕强，只要能给他们胜利，能给他们战功，不会有人在意这么多的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听我命令，将俘虏打散，编入你们的亲军，明日继续进攻。李世民微微叹息，虽然关兴等人对自己忠心耿耿，但刘禅的威望毕竟太低了，很多时候都要对自己的决定做出解释，甚至有时候不得不专断独行一些。哎，这要是在大唐，朕一声令下，谁敢有异议？还是军中威望不够，还要打几场大胜仗才行啊！禀孙将军，接到前线军报，蜀兵大举入侵，现已攻陷龙阳、乾阳、武阳、陈阳4座城池，直逼治所林园，武陵近半落入蜀兵之手。这不可能，
蜀地哪还有国力支撑他们发动战争？领兵的是谁？诸葛亮还是赵云？魏延还是马超？都不是，领头的小将并不认识，不过他头戴草帽，长了个熊猫头，身后打着汉字旗。他的副将分别是关兴和张苞，他们兵马不多，但却神出鬼没。到我来时，已经兵临临沅城下，整个武陵危在旦夕。孙将军，我们要不要向吴王请示一下？这关兴、张苞虽然比不过他们的父亲，但也不容小觑啊。请示，此地具有5长千里之遥，战机稍纵即逝。等你顾太守请示完回来，人家早跑了。再说了，关羽、张飞都被我们杀了，还怕2个小辈不成？你顾太守就站城墙上看我如何大破蜀兵吧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回去静候孙将军大捷。自李世民提出5路退敌策略后，蜀汉就如同他说的那样退了4路大军，整个朝堂都对他钦佩万分。但由于李世民的私自出征，现在的蜀汉已经连续2个月没上朝了。赵云、马超、魏延也在结束战事后，纷纷跑去诸葛亮家找人了。先帝创业为半而中道崩殂，今天下3分，1周疲弊，写得真好，写得真好，陛下真是文韬武略，无一不精。丞相，我承认陛下的出师表写得很好，可是现在问题不是这好吧？赵将军他们都准备打进来了，要不坦白吧？根据关张2人的密报，咱们就说是陛下御驾亲征，打了大胜仗。丞相，陛下现在究竟身在何处？诸葛亮哭了，诸葛亮真的哭了。他万万没想到自己那个不成器的陛下，真的能打败吴军，而且还是5000破1万的那种大胜，甚至收复了被吴国侵吞的武陵。但联想到陛下兵少，身边又无能征善战的大将，诸葛亮就不由衷的哭了起来。各位，陛下目前正在前线抗击东吴，但陛下兵少恐有危险。文长，你速速带人支援陛下。丞相放心，末将定保陛下平安。子龙，你随我留守成都，防止生变。孟起，你即刻动身去找羌族换取战马，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组建骑兵，随时支援陛下。是。陛下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，一定要平安归来。就在诸葛亮忧心忡忡时，另一边的李世民则是在武陵兴高采烈的封赏京师。李隆志，你很不错，作为第一个登上城头、打开城门的人，朕记你头功。多谢将军夸赞，我也不想要什么奖励，只求留在您的身边，侍卫左右。李隆志并不知道这个眼前自称天策上将的中2将军到底是谁，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李世民的无比崇拜。自己出身寒微，还是俘虏之身，但李世民却是如此看重自己，这份恩情，他发誓一定要以死相报。不行，朕得赏你这台新手机，你就拿去吧。而且最近我发现转转上的2手手机还挺划算的，我这台苹果13 Pro Max 只要4100，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。而且我帮你们研究过了，转转官方验的手机都经过多轮质检，跟新机一样，支持1年质保。上面的苹果手表 S8 也只要1300，真心推荐买靠谱的2手就上转转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现在就上去看看。从今日起，朕提拔你为军中屯长，统领100人，好好干吧，你能当上将军。作为开创大唐的马上皇帝，李世民从来不会以出身论英雄，所以大唐的军队上上下下都对他拥戴至极。而那些只靠出身的世家大族，他们不仅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，还经常做出损害大唐的事。一想到这些，李世民顿时怒火中烧。乱世才能生出新秩序，只有把这些骑在人民头上的世家大族打掉，平民百姓才能有出头日。陛下说什么呢？怎么感觉不太开心的样子？明明刚攻下武陵的时候挺开心啊，怎么感觉又惆怅起来了？这你都不知道？陛下说乱世才能生出新秩序。我不聋，我是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乱世才能生出新秩序啊。我上早吧，我看你就来找事的。我说这俩二货怎么跟《三国演义》里一样，动不动就打架，一点也不省心。另一边，刚刚成为屯长的李隆志将一封信塞到眼前男子手中，他们都是在攻陷龙阳城时被俘虏的吴兵。二虎，把这封信带给顾太守，你回去吧，我就不走了。李哥，刚被俘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寻找机会一起逃跑吗？甚至第一封求救信都已经送出去了，你怎么突然改变了主意？二虎，我觉得跟着天策上将可以成功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感觉他就是上天派来拯救我们这些黎民百姓的。好，既然你决定了，我也不多说什么，反正我回去后是不会再当兵了。你的信我一定帮你送到，告辞。对了，孙少，你家人都在吴国境内，你怎么不走？我父亲早亡，家业都被二叔夺取，几个忠心的仆人也都死了，回去干嘛？让我那好二叔害我吗？那你叔叔可真够出生的，别怕，只要你这个叔叔不提前投降，我跟你去报仇。李隆志不知道的是，身边的这位孙少正是吴国上代君主孙策的儿子，而他口中的那位好二叔正是吴主孙权。
王二虎，这封信你确定是李隆志让你交给我的？是的，大人。他的第一封信写的全是蜀军的扎寨位置和兵力分配，怎么这第二封信却是一封歌颂蜀汉，还劝我投降的信？大人，小的真不知道啊，大人饶命啊！哼，贱民就是贱民，不是出身名门，辩解一点都不令人意外。王二虎，你要是想活，最好把蜀军的情报交出来，若有差错，本帅定取你命。这可怎么办啊？兄弟们都在蜀军那边，而且他们兵少，我要是老实交代了，他们必死无疑。可我若是不说，死的就是我啊！此时的李世民正和关兴、张苞走在街上视察民情，他们丝毫不知王二虎已经把他们的情报泄露，一场灭顶危机正悄然降临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荆州一向富有，怎么百姓们过得如此凄惨？当兵的来了，大家快跑啊！老人家，你别怕，我们是汉军，我们是百姓的队伍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你们是汉军，你们是刘皇叔的队伍，你们真的回来了？是的，老人家，你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下这武林城的情况？自从你们被打败后，那些吴国人就天天对我们烧杀抢掠，他们把我们家里的东西抢空，他们把我们的人抓去当奴隶，但凡招惹到他们，就是家破人亡的下场。我全家13口，除了我，全都没了。听到老人的话，李世民当场大怒。这位能说出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的千古一帝，最在意的就是百姓们的安居乐业，而吴国的行为却是直接触碰他的逆鳞。关兴、张苞听令，即刻准备决战，朕要一举收复失地，还我荆州百姓一片青天。可陛下，我们带来的5000骑兵，现在只剩1000多人，剩下那3万人可全是吴军俘虏啊！是啊，陛下，那孙桓可是有6万精锐部队的，我们还是先等丞相的消息再做决定吧。什么他娘的精锐，朕打的就是精锐！面对东吴10万大军攻城，兵少的李世民竟然下令主动进攻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此时的东吴大军早已摸清他的底细，城内还有不少吴军俘虏正准备被刺。陛下，据探子回报，此次吴军一共有10万人，其中6万是孙桓的西线主力。就在李隆志做汇报时，城墙突然传来一阵沉重的号角声，肃杀之气瞬间蔓延整个无数的吴兵宛如潮水一样涌向武陵城，让人头皮发麻。孙桓无能，让尔等来送死。放箭！关兴一声令下，万箭齐发，吴兵死伤无数，一时之间无人敢上前。传我命令，蜀军弓弩已尽，奋力冲杀，第一个登上城楼者赏万钱。传大将军令，蜀军已无箭矢，奋力冲杀，第一个登上城。东吴将领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一支箭矢贯通身体，整个人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张苞等扭头看去，正是李世民手持弓箭站于城头之上。我军中箭矢还有100万，若是不信，尽管来试。300米开外，一箭干掉吴军将领，陛下真乃神射。孙桓见此勃然大怒，自己这方还没登上城墙就损失了大批士兵。一员大将，他带兵打仗这么多年，就没遭受过这么大的损失。不管怎么说，会战兵力40万对3万，优势在我，全军冲杀，有退者斩，诛9族。看着再度冲杀的吴兵，关兴不动声色地跨出一步，挡在李世民身前。陛下，刀剑无眼，还请暂且退下，这里有我和张苞就够了。那这就交给你们了，朕为你们准备好功劳簿。看着李世民转身离开，关兴松了一口气，他真怕陛下强留在这里，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他还真不知道怎么办。不过也就刚刚松了一口气，关兴的一名亲兵不顾阻拦闯了过来。不好了，将军，陛下领了500骑兵外加3000步兵冲出去了。什么？快，随我引兵杀出去，一定要把陛下拦回来。晚了，陛下现已和敌人厮杀在一起，陛下还给我下了一道命令，让我们紧闭城门，等他的命令再出城。什么？而在另一边，东吴俘虏听闻李世民要出城迎敌，都纷纷涌了上去，想借此机会背刺立功。将军，我等投降这么久，寸功未立，还望将军带上我等一起建功，扬名立万。陛下，他们都是刚投降过来的吴军俘虏，带他们出征恐有变故。无妨，既然你们想建功立业，那就随朕一同出征吧。大勇，我跟大伙说了，一会出了城，我们就找机会做了他们，然后拿着他们的人头投奔孙桓大将军。一切按计划行事。就在吴军俘虏暗暗得意时，李世民出了城门，便带领队伍直接朝孙桓的大军冲去。孙桓看见李世民的那一刻，顿时遍体生寒，仿佛碰到了战场上的主宰。这是一种上位者自然而然的压迫。传我将令，暂停攻城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先把那个出城的军队歼灭，不留一个活口。
随着孙桓的一声令下，所有的士兵都朝着李世民围了过来。李世民身边只有500骑兵和3000步兵，而吴军则有10万之众，是李世民的20倍还要多。这下糟了，孙桓这是要把我们全部歼灭，投奔他已经是不可能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死战到底，杀一个回本，杀2个就赚了。看见孙桓的大军扑来，吴军俘虏个个面如死灰，在10万大军的冲杀之下，他们所有人都是行走的军功，先前的所有谋划和期盼都化为了泡影。诸军若不想死，那就紧紧跟上朕的脚步，趁现在他们阵型混乱，直取敌将首级。3500汉军被10万吴军包围，可他们不仅不慌，反而兴奋地冲了上去，哪里人多，他们就往哪里冲，丝毫不在意敌众我寡的人数差距。就在吴军主帅洋洋得意要宣告胜利时，他惊讶地发现，那3500汉军竟能势如破竹地杀到他的身前，而那领军之人，正是被世人瞧不起的刘阿斗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蜀汉的精锐早在夷陵之战损失殆尽了，这扶不起的阿斗也从没打过仗，为何今日一见却有韩白之勇？将军，蜀军快杀过来了，咱们还是先撤吧。今日只有战死的将军，绝无逃跑的将军。传我命令，让江陵的蜀军俘虏冲上去拖住蜀军，让朱、张、陆、顾的部曲从后包抄，用数量优势磨死他们。从兵法的角度来讲，孙桓的这一决策十分正确，且稳操胜券。可总有极少数的天选之子是可以强行逆天改命。公元621年，李世民率3500唐军大破窦建德10万精兵，完成史诗级逆转，天策上将一战封神。而孙桓此时面对的正是这位创造奇迹的天选之子。人多就一定好使吗？吴军的队伍都是各大家族的部曲，他们指令不一，互不同属。只要攻击主帅的中军，他们就得不到命令。10万大军就是无法调动的摆设。瞄准这一点的李世民追着孙桓的中军猛打，孙桓忙于应对李世民的进攻，始终无法组织大军抵抗。在李世民的猛冲下，吴军全面溃败，乱作一团。而最厉害的武器，往往是自相践踏。传令让关兴、张苞出城参与追杀，不要一口气追上敌人，紧紧跟在他们后面就行了。随着李世民的命令下达，城中2万汉军蜂拥而出，本就溃败的吴军纷纷逃亡，互相践踏，死亡者不计其数。看，传令下去，让的部率部曲往山上聚拢，我们要在那里重新组织大军反攻，彻底扭转局势。孙桓话音刚落，就被一箭贯穿了身体，吴军军心彻底溃散。可3500人对四散而逃的吴军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。虽说后方还有2万多步兵，但要指望他们拦住所有吴军根本不现实。要是让这批吴军逃回东吴，一切的努力都将白费。放下武器投降，我保证不杀。无论你们想留在大汉当兵，还是想当个普通百姓，只要不回吴国，我绝不阻拦。兄弟们别信他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往外冲，他们拦不住我们的。等到他们的步兵也到了，我们就死定了。你们之中应该有不少人都是关将军镇守荆州时的将士，我问你们，关将军平日里待你们如何？关将军对我们确实不错，要不是糜芳和傅士仁投降，我们也不会被迫加入吴军。又是一阵骚动，原本躁动不安的吴军慢慢平静了下来。关羽平日待他们如何，他们最清楚。见此情形，李世民微微松了口气，至少汉军俘虏稳住，剩下的就是吴人了。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不信我的话，但我实话告诉你们，你们已经回不去了。我以命魏延占领了长沙，就算你们从我这跑了，又能往哪去呢？不可能，魏延镇守汉中，距离长沙2000多里，怎么可能赶得过来？你别在这妖言惑众。别跟他废话了，关兴、张苞领人杀过来了，关羽、张飞都死于我们无人之手，他们的儿子能放过我们吗？快杀出去吧！此话一出，吴兵瞬间又骚乱起来。很多人不管不顾地往前冲，要是真让关兴、张苞带人把自己围住，那可真就成了人家案板上的鱼肉。李隆志，你去传我命令，让关兴、张苞停止追击，原地待命。是，末将领命。放箭。李世民一声令下，万箭齐发，将冲在最前的一批人尽数射杀，这才稍稍阻止了吴军的步伐。我乃大汉皇帝刘禅，我已经下令让关兴、张苞停止上前，不信你们往后看，只要你们不再往前冲，我说不杀你们，一定不杀你们。果然，得到了李世民的命令，关兴、张苞严令手下停止了前进，2万汉军停留在原地。不要再当别人的替死鬼了，先前被射杀的肯定都是普通士卒，举报鼓动你们的人，我重重有赏。是他，他是我们的校尉，就是他一直让我们冲出去。好，很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是想继续当兵，还是想当个普通老百姓？小人王二虎，曾被陛下您俘虏过，后来我偷偷跑掉了。小人的家眷都在长沙，既然如今已经归顺大汉，那我就不想再打仗了。能跑掉也算你的本事。王二虎听风，朕赏你1000金，良田万亩，任命你为县丞，年俸400石。谢陛下。王二虎激动地跪下，自己本来想着能有个100亩田地就不错，没想到陛下不仅给了金钱、土地，还给了自己一个官职。更重要的是，确实不用上战场。
陛下，我也要举报，我后面这个人是我们的皮匠，也是让我们听他号令一起冲杀。看到李世民出手这么大，有人眼红了。自己来参军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吗？今天可是个绝好的机会，错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地。一瞬间，吴军沸腾了，他们仿佛忘了自己是在逃命，一个个争相举报身旁的军官，生怕晚了一步就被别人抢走。好，不要急，有功朕一定会赏的。看着大批投降的吴军，李世民微微一笑。作为7世纪最强军神，李世民有着最强的选锋能力，也就是选特种兵、组建精英军团的能力。正因为这个能力，李世民带出来的兵往往能一下冲破敌方阵线。无论是前世大破窦建德，还是这次大破吴军，都是最好的例子。而这10万吴军要是能选出1万精锐，就足以让他踏平吴国。收复荆州就在此时，这一世我定让相父看见大汉统一。我李世民今日定要收复荆州，这次我一定让相父活着看到汉室复兴。李世民穿越成刘禅后，仅用3500人就歼灭了吴国10万大军，彻底改变夷陵之战后蜀汉羸弱的局面。大胆魏延，江东鼠辈就那么点人，都只够朕示范一次的，你还想抢人头，给我打长沙去！丞相，你不是让我救陛下的吗？我怎么成捡漏的了？将军，此次我军攻陷长沙，俘虏长沙大批官员，可以说是大获全胜。知道了，还有把这个叫牛逼的带下去，他是曹魏的使者，好好审审他来吴国的目的。魏延，我上走吧，老子就刘烨，不叫牛逼。知道了，你要是真牛逼，就不会被抓了。魏延，我尼玛，朕可是皇帝，怎么天天都在干县令的活？收复荆州故土后，李世民突然发现一个尴尬的问题，自己手下根本没有政务人才，所有政务上的事都要他亲力亲为。这一刻，他终于知道诸葛亮为何会累死在五丈原。人才断档这么严重，蜀汉不亡才怪。这些年也是难为相父了。如今五虎大将已亡其3，马超命不久矣，赵云也没几年好活了，刘备留下的名将也就魏延、王平、廖化等人了。年轻一代更是资质平平，关心张苞更是死得比诸葛亮还早。蜀汉没人才，大不了我去曹魏抢。姜维就不用说了，迟早我会收入囊中。邓艾这时候估计还是个郁郁不得志、看守稻草的小官，机会也不小。张苞，你有没有觉得陛下的表情有点像？像什么？像你小时候抢我大宝剑的表情。报汉中太守都亭侯魏延求见。刘禅，我上早吧。你身为天子，怎么能以身犯险？你要是有个万一，我怎么向先帝和丞相交代？我说魏将军，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关心张苞，你们2个混蛋是怎么看护的陛下？陛下万金之躯，皆可亲临战场。陛下有多屌，你知不知道？别说我们俩了，就算是父现在都不好使。还顶嘴！你信不信我这就替3将军教训你一个不孝子？我尼玛，魏延你这么勇的吗？朕好歹是个皇帝，你咋把我们上上下下都骂得跟狗似的？魏延虽然脾气极差，但对蜀汉的后辈极为上心。在他眼里，在座所有人都是他的子侄，他们的父亲都不在了，照顾后辈的责任自然落在他的头上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魏将军，你攻取长沙还顺利吗？伤亡不大就攻了下来，说来可笑，俘虏中官职最大的竟然是魏东亭侯，是中牛逼。啥牛逼？什么人这么牛逼，取名叫牛逼啊？不说这个了，臣听说吴国西县主帅孙恒亲率大军攻取武陵，不知现在何处？是否需要我将长沙的大军调回来保卫陛下？哦，那货中了我一箭，现躺在牢里。他的10万大军现在是我的大军了。陛下，吹牛也要注意场合。小时候你乱吹就算了，现在是商讨军国大事，容不得半点儿戏。气死我了！你竟然不信朕！关兴，带魏将军去大牢看看孙桓。公子你糊涂啊！你在吴地虽不会继承大位，但有我们在，定可保公子一生平安。然后呢？我要一辈子生活在二叔的监视与猜疑之中，我小霸王之子要跟丧家犬一样，惶惶不可终日。你们在说什么？你俩给我出来！孙桓脸色大变，孙少的身份绝不可暴露，哪怕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把知道消息的人灭口。公子，我拖住他们，你快跑！从此隐姓埋名，永远不要对外人提及你是先主公的儿子。不用了，孙桓叔父，你的好意我永远铭记在心。2位将军，我乃孙策之子，请带我去见大汉皇帝。相父要坐镇成都，那让谁来守荆州呢？马超不行，没几年命了。子龙叔都一把年纪了，还是在成都养老吧。陛下，魏延求见。数来数去，也就魏延可以，传他进来吧。陛下，臣带了个人来见你。孙策之子孙少见过大汉皇帝。哦，你不是李隆志的兄弟吗？
你来找朕有什么事？我希望陛下助我成为江东之主。大汉室一定要统一的，给我个无法拒绝的理由。正如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提出的一样，孙权具有江东，以立三世，明显而国富，贤能为之用，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。没有我，你拿下江东的几率不大。笑话！你们江东鼠辈在我面前不堪一击，10万大军都打不过我3500人，你还说什么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？李世民的话一语中的，直接就让孙少哑口无言。不过他还是努力的挺直腰杆，让自己最起码看起来不落下风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是孙策的儿子，孙坚的长孙，我就相当于正统。有了我的帮助，你最起码不用担心江东民心不向着你吧？正统，长孙，你知不知道上次跟我聊正统的还是我亲大哥，他现在坟头草都5米高了。怎么样，刘禅，我这个理由无法拒绝吧？孙少，我告诉你，你孙家与江东世家剥削江东百姓多年，根本就没什么人心可言。你唯一的价值就是让我恶心孙权，除此之外毫无用处。什么？去吧，给你的好二叔写封信，我顶多让你继承你爹的官职，这是我给你最大的恩赐。刘禅，我上早八，孤要与你决一死。孙十万，现在在你面前的是7世纪最强碳基生物，当时战力天花板，亚洲州长，东半球话事人，大汉天子刘禅。你一个在合肥10万输800的，拿什么来赢？赶紧投吧！刘禅，是不说，还掳走我的大侄子，此仇不报，我有何面目去见兄长？你们说该怎么办？一直以来，孙少的身份都比较敏感，属于没人提但又没人真把他忽略的那种。现在孙少被封为了吴侯，协助魏延镇守荆州，直接就让孙策旧臣和孙权产生了分裂。主公，趁蜀军现在立足不稳，让末将夺回荆州吧。犯大吴疆土者，生必击而破之。且不说徐将军能不能打得过魏延，我就问你一句，若是少公子在乱军之中出了什么闪失，你能负得起责任吗？荆州的重要性无需多言，岂可为了一个小儿毁了江东3代人的心血？我看大都督是想报当年先主公攻克庐江之仇吧。在场大臣大多是孙策发掘的，因此他们对于孙少有莫名的感情。而对陆逊而言，孙策是杀族仇人，有此机会就定要报昔日杀族之仇。行了，这事就让我问问兄长吧。主公，你换新手机了？对啊，最近换了新手机追剧，果然更清晰。大家换新后，旧的都怎么处理的？像我每次换下来的，就手机、相机、手表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那台 iPhone 14还卖了3100多，躺在家里就把手机给卖了，特别省心。要我说，趁着旧机还值钱，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。够了，都给孤住嘴！荆州是一定要收回的。伯言，这次你来带兵，让刘禅补他爹后尘。是，臣领命。成都30里外，诸葛亮亲自带着文武百官迎接皇帝的归来，道路两侧数万百姓翘首以盼。先前关羽失了荆州，刘备愤而报仇，又在夷陵遭遇大败，大量百姓都认为大汉复兴无望。可就在前天，前方突然来信，说陛下御驾亲征，出手就灭掉了东吴10万大军，还一举收复了荆州，整个蜀汉都沸腾。来了来了，陛下来了！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臣等恭迎陛下，还请陛下下辇。陛下，还请陛下下辇。丞相，我说我做龙辇是陛下的命令，你信不？你说呢？打他！陛下，你坑我！微服出巡这么久，我敢肯定百姓对我的崇拜是真的。即使我现在提出改革，也不会遭遇太大的阻力。是时候让这羸弱的蜀汉变成我昔日的盛世大唐了。次日早朝，李世民直接就在朝上提出组建玄甲军的想法和执行方案，更是把唐朝的科举制和3省6部制搬了过来。虽然朝中略有反对的声音，但在李世民的威望下，他的想法都得到了大部分朝臣的支持。羸弱的蜀汉正逐渐变成昔日气吞万里如虎的盛唐。陛下，臣有一事不明，为何收复了荆州，吞了10万大军，还不趁此机会直接灭掉东吴，反而要派使讲和？子龙叔，战争打的是成本，一劳永逸的解决才是成本的最优解。当下不过是缓兵之计，用来麻痹孙权。等我们解决了粮草和玄甲军的组建问题，我就会打灭国之战，一战定乾坤。李世民最恐怖的一点，并非他是个战无不胜的常胜将军，而是他通常只用一场关键性战役就能完成别人100场战役的战略效果。他对战争成本的掌控更是堪称千古无二。陛下一出手，就同时削弱了魏吴两家。对外用孙少分化东吴内部，对内通过科举制打破世家的仕途垄断，吸引被9品中正制压制的曹魏人才，达到此消彼长的效果。高，实在是高。
今日就议到这里吧。相父，子龙叔马超将军一会来演武场找朕，不知陛下找我等前来有何事？各位，此物名为马镫，可助人上马，解放双手，保持身体的稳定和平稳。再配合这个马蹄铁，我们的骑兵就能在各种地形如履平地。如此一来，我们的骑兵将无敌于当世。真有那么神奇？这里有2匹已经装备好的马，2位将军一试便知。厉害，果然厉害！有了这辆神器，我大汉骑兵绝对能横扫魏吴，灭族之仇指日可报。孟奇，我们俩来一场赛马，看看谁跑得快。来就来，我还能怕你不成？历史上的马超就是因为家仇得报无望，才暴病郁郁而终的。如今看到这俩骑兵神器，马超眼里顿时充满了希望，过去的抑郁直接一扫而空。相父，我知道你在我出征的时候让马超筹建了骑兵，不知这骑兵规模如何？骑兵2000人，战马4000匹。我的乖乖，相父你会魔法吗？蜀汉这么穷又不产马，这你都能整出4000匹马？那个相父，我这里有明光铠的图纸，你看你能不能帮我变只玄甲军出来？那个陛下，臣也不会法术。我亚洲州长，东半球话事人，唐太宗李世民穿越蜀汉半年，开局就收复了荆州，现在终于成了一个要饭的。相父，我亲爱的相父，你就行好，帮我变只玄甲军出来吧。陛下，国库没钱啊！你收复荆州后，直接把荆州的府库省光了，赏赐给的比臣1年俸禄都高，现在哪还有钱？相父，我知道你在搞蜀锦经济，这回蜀锦应该畅销魏吴了吧？你肯定是想给我一个惊喜，对不对？陛下，臣这才刚刚开始着手蜀锦啊，哪来的畅销魏吴啊？对啊，第一次北伐是公元228年，现在才公元223年，也就是说现在是真没钱。出生陇西贵族的李世民，从一开始就是富2代创业，根本没遇过这种缺钱缺人才的天崩局面。这下李世民是真的慌了。别担心，有臣在，这玄甲军臣会想办法的。不是相父，我把荆州的府库都花光了，你就不说我2句吗？陛下，你尽管往前，万事有我。为了你，我愿意拼上这条老命。听到这话，李世民原本坚强的心瞬间破防，霎时间所有的委屈一股脑的涌上心头。上一世他是父亲打天下的工具，是兄弟们争夺皇位的仇夺，所谓的亲情根本就不存在，而诸葛亮却是一直把他当亲人对待。这是他第一次感受亲情，也是第一次感受到父爱。相父，这一世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让你活着看到汉室统一。另一边，关兴拿着李世民写的人才名单，偷偷潜入了曹魏。在刘烨的带领下，他们一行人成功找到了邓艾，沿途还发现了大发明家马军。你们这群混蛋，抓我一个看守稻草的，是什么意思？对啊，我只不过是一个摆地摊的，你抓我干嘛？要抓你就抓那些大官啊！你说的很有道理，那个牛逼！现在陈太在什么地方？关兴，你小子是不是想多了？就这么点人，你还想抓司空陈群的儿子？你真以为自己能在曹魏7进7出啊？算了，既然抓不了，那就按陛下的旨意沿途宣传一下科举制吧，这样也能吸引被九品正中制排挤的人才。就这样，关兴一行人沿着曹魏边境从荆州走到了天水。这一路上，他们到处宣传科举制的好，成功吸引了2个不识之才的弟子。科举制不看出身不看名气，有点意思。看来蜀汉才是我一展抱负的地方。正好，小爷我也受够了这些世家2代的气，凭什么只靠出身就能压我一辈子？既然曹魏因出身不用，那爷就去蜀汉考科举，跟魏国的重治们在一起，怎么能搞好国家呢？类似的事情还在曹魏各地发生，只要是自认为怀才不遇的，全都去成都参加科举。毕竟在九品中正这些，平民出身就意味着远无出头之日，参加科举才是唯一改变人生的机会。从战略的角度上看，出川北伐压根就不是一个好选择。从益州攻打曹魏，要翻山越岭，耗粮无数，一旦粮食耗尽，我军就只能退兵，这也是蜀汉北伐失败的根本原因。陛下，臣妾给你熬了一碗鸡汤，陛下一会喝了就早点歇息吧。观音婢。是啊，二郎，你辛苦了，喝碗鸡汤补补身子吧。陛下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是星彩呀，张星彩呀。看着眼前之人，李世民再也难以压抑自己的情绪。这一刻，他仿佛回到了大唐，仿佛回到了与长孙皇后一起的温馨日子。那个皇后，朕今晚想和你一起探讨生命的真谛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陛下，你在说什么？臣妾怎么听不懂？陛下，发生大事了！你个混蛋，气氛都到这里了，有什么事你就不能明天再说吗？不是啊，陛下。是丞相想请你商讨要事，但看见你和我妹在一起，他不好意思打搅你，所以你就好意思了。
算了，既然是相父相邀，朕就过去吧。星彩，你等我，朕一会就回来和你探讨人生。陛下，国事要紧，你快去吧。陛下，军情紧急，深夜打扰，实在抱歉。可现在陆逊已率大军包围了长沙，荆州方面恐有变故。相父，之前你不是说现在国库空虚，组建不了玄甲军吗？现在发财的机会来了。陛下，此话怎讲？相父，既然孙权进攻荆州，那我们就进攻胶州。胶州在士燮的治理下，其富庶程度不亚于江东，攻下胶州便可解决国库问题。那荆州之围，陛下认为要如何解决？胶州作为吴国的附庸，我们进攻胶州，孙权必定让陆逊来救，届时荆州之围不救自解。高，实在是高！陛下有如此大才，臣甚感欣慰。另外，还请相父派人修书曹魏陈明厉害。陆逊现在的大军是原本防御曹魏的东路军，此时吴国东路空虚，曹魏是不可能错过的。陛下，这恐怕不妥吧？我们虽然有益州天险，但倘若吴国被迫，我们也不可能独立抗衡曹魏。放心吧，相父，孙权是聪明人，曹魏南下的时候，他自然会找我们言和的。科举和玄甲军组建之事就交给你了，朕要亲征胶州。陛下，战场险恶，臣是真的不愿见你再上战场。相父，如今大汉帅才只有你我二人，朕若不去，那只能是相父去。朕更不愿意让相父置身险境。陛下，臣。别说了，相父，万事有朕，你不必把所有事情都揽到自己身上。重活一世，我竟能收获亲情，这感觉真好。行军列阵，出发。这个老岳打仗从不用武器，也从不派兵进攻，可敌将见到他，竟纷纷选择投降。朕乃大汉天子刘禅，投降者封侯赐爵，若是不降，就地和平。刘禅，你很能打吗？你能打有个屁用！我这桂林城墙高时间，我就是不降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大伙听到没？他不降，快把相父研发的新武器拉出来！我尼玛，这是那一弩10发的诸葛连弩，怎么变这么大了？还有这又是啥玩意？哦，这是相父和马军研发的新武器，名叫回回炮。这东西我也是第一次见，毕竟我在大唐也没见过。这些东西就是长得吓人，根本不足为虑。我桂林城墙高。桂林城变成了李世民的武器试验场。这一路上，其他守军听到李世民名号和封赏，直接就投了。毕竟1个月几百俸禄，犯不着跟战神玩命，投了还能全家富贵，也就桂林守将这么想不开。回禀太守，蜀汉已经攻克桂林了，很快就会打到我们这了。什么？这可是我40年的基业呀！父亲，再派人去吴国求援，明确告诉孙权，他要是再不支援，我们就投降蜀汉，让他腹背受敌。眼看胶州就要落入李世民之手，孙权即便再能忍也按耐不住。毕竟胶州一失，蜀汉就能从荆州和胶州两路同时进犯吴国腹地。扬州那边还有曹魏在一旁虎视眈眈。来人，立刻传令陆逊，让他带兵支援胶州，绝不能让胶州落入刘禅之手。主公，现在蜀汉的兵力都集中在荆州和胶州，剩余的兵力也在汉中防御曹魏。现在正是直取成都的时候。哦，子山，此话怎讲？主公，臣与益州雍凯有酒，可让雍凯与南中孟获联合发动叛乱，直取成都。若刘禅回军，我们就趁此追击；若刘禅不回，就让伯颜进驻夷陵，切断益州与刘禅的联系。哦，好，很好。就依子山之言行事，这次定让刘禅有来无回。就在吴蜀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时，一封书信递到了曹睿面前，直接就让整个曹魏沸腾。这诸葛亮居然想驱虎吞狼，让我们出兵吴国，好让他们拿下胶州，真是笑话。陛下，这虽然是诸葛亮的计谋，但臣认为此计并无不妥。当下扬州空虚，若是出兵伐吴，定可攻入扬州，直逼建业。或许是李世民的穿越影响失控，这一世的曹丕竟在公元223年提前早逝。刚登基的曹睿虽然年轻，但其才智远超曹丕，早就断定吴蜀会再有一战，而这一战也将是曹魏一统天下的契机。既然这样，那朕就依诸葛亮之言出兵吧。不过朕伐的可不仅是吴国，还有他蜀汉。传令，命曹休攻扬州，曹仁攻荆州，曹真攻益州，朕要一战平天下。陛下，诸葛亮志多紧要，臣请再领义军协助曹真都督伐蜀，还望陛下成全。不必了，眼下伐蜀不过是进攻荆州的佯攻，
真正的战场在荆州和扬州。仲达，你既然有心立功，那就去协助曹休都督吧，攻克扬州，朕记你大功。臣领命。你司马懿义父应是狼顾之相，让你伐蜀，岂不是给你机会当刘邦？你看朕像傻子吗？公元224年，后三国大战死拉，魏蜀吴三家皆是英主，鹿死谁手还未可知。这个男人本是顶级富二代，可因父亲早逝，偌大的家业竟被二叔夺取。而这狠心的二叔为了斩草除根，更是让男人的姐夫亲自带兵围剿。陆逊，枉我喊你这么多年姐夫，你居然想杀我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对得起我姐吗？孙胜，你虽然是我小舅子，但如今你叛同蜀汉，就是我吴国之敌，我可不能以私废公。这江东基业是我父亲打下来的，而我父亲的官职是大汉讨逆将军。我为大汉效力，实属本分，何来叛头一说？你陆逊到底是什么乱臣贼子，居然站在大汉和百姓的对立面？此话一出，陆逊当场就傻眼了。毕竟孙权的统治合法性来自孙策，而孙策的合法性来自大汉。如今他吴国伐汉，就是大逆不道。我去，孙少你可真行！你爹是小霸王，你是嘴炮王，还真是虎父无犬子啊！再让他说下去，我吴国的统治根基就要动摇了。传令，准备攻城，杀孙少折赏万金。报，启禀大都督，胶州告急，主公有令，让你速速救援胶州。报，启禀大都督，曹魏兵出3路伐蜀伐吴，如今曹休的大军正开赴鄱阳，扬州全境危在旦夕。你说什么？还真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！曹魏这次出兵的时机实在是太好了，我若是回不去，别说胶州了，整个吴国都要没了。大都督不好了，曹仁率襄阳大军正往此处赶来，看来是想收渔翁之利。全军听令，立即撤军，奔赴鄱阳。陆逊，你想跑，我还不让你跑了！传我命令，即刻追击吴军。魏延，如今曹仁就在不远处，你我要是再打下去，我们两军都会被曹仁吃掉的。我不管，你吴国喜欢背刺，现在我也要背刺。当初你们就是这样被刺关羽将军的。魏延你。大都督别急，你先开我的特斯拉赶回去。哦，徐胜你换新车了？哪有，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9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，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，千万别错过了。全军听令，不要与魏延纠缠，扔下部分辎重拖延蜀军，速速撤退。另一边，胶州因得不到吴国的援助，赌气的士辉直接就向李世民投降。李世民兵不血刃就得到了胶州全境。士辉率胶州全体官员拜见大汉皇帝。万岁万岁万岁！很好，士辉你果然识时务。报，启禀陛下，曹仁大军已达长沙，荆州危在旦夕。糟了，荆州要丢了！传令魏延，让他务必守住7日，等我回。陌刀，中国古代最为血腥的利刃，相传陌刀在一挥之间，就可以将骑兵连同战马同时斩断，是唐朝武力巅峰的标志。如今，随着李世民的穿越，陌刀也来到了这后三国时代。陛下，曹仁这下可谓是倾巢而出，10万步兵加2万虎豹骑，我们这里只有5万人，骑兵才2000，我们真的能赢吗？有朕在，就没有打不赢的仗。关兴、张苞，你俩带走所有的骑兵，埋伏在曹仁军营附近。若守军出营，你们立即烧营。那陛下你呢？朕要劫他曹仁粮道，断其粮草。他不是想围点打援吗？朕偏不如他所愿。大将军不好了，我们粮道被刘禅劫了，现在他们就驻扎在粮道处。就凭他的那5万步兵，还想给我们断粮，真是笑话！传令，命长雕率5万人继续围困长沙。其余人马随本将军前去生擒刘禅。曹仁，你果然来了！今日朕就让你死在我的雀跃阵下。雀跃阵是宋武帝刘裕发明的一种兵车战法，历史上刘裕曾以此战法用2000步兵大破北魏3万骑兵。想用战车抵挡骑兵的冲击吗？想法不错，但在我面前没用。王商，你带3万步兵给我破了此阵。是，末将领命。弓弩手放箭。继续向前，擅自后退折斩。
不要害怕伤亡，阵亡者每人10斤，伤者5斤，离开战车者伤100斤。在曹军不顾伤亡的猛攻下，蜀军的雀跃阵很快就被撕开了缺口。捕捉到战机的曹仁没有犹豫，立即就让所有虎豹骑发起冲锋。敌阵已破，活捉刘禅就在此时，将士们鼓称呀！弟兄们快看，刘禅马上就要被抓了，咱们赶紧上吧，再不去啥功劳都捞不着了。说得对，就是现在，稍赢。霎时间，曹营火光四起，原本占据优势的曹军开始军心浮动。怎么回事？大营居然被烧了？难道他们还有援军？长沙之围已解，曹仁速速领死。反攻的时候到了，是时候让曹仁看看我的底牌了。陌刀军出阵，弟兄们，立功的机会来了，随我冲！全速冲阵的虎豹骑万万没想到，这个缺口竟是李世民故意放开的。等他们冲进来的那一刻，一道道光影就往他们身上劈去，陌刀所到之处，人马俱碎。恐怖的场面直接让曹军吓破了胆。好恐怖的威力，我可不想被劈开2半。不要慌，不要怕，诸位且看我斩那敌将。来的正好，省得我跑去找你。受死！刹那间，一道血红刀光闪过，王双连人带马被一分为2。看见这一幕，曹军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，纷纷开始溃逃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曹魏引以为傲的虎豹骑，居然在这支步兵面前如此不堪一击！大将军快逃啊！关兴、张苞已经杀过来了，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召回虎豹骑，让他们抵挡关兴、张苞。我军兵力占优，何须逃跑？再言逃者战！虽然曹仁还在竭力指挥，但局面已经控制不住了。在李世民和关兴的2面夹击之下，曹军开始大溃败，局面很快变成一边倒的大追杀。刘禅，想不到我曹仁纵横沙场数十载，今日竟会败在你这娃娃手里。曹仁将军，此战你已尽力，无需自责。朕敬你是位英雄，你自己体面吧，朕绝不让你受身后之辱。作为曹魏宗室，曹仁绝无投降可能。可若将他俘虏，曹仁的名声就会毁于一旦，下场甚至比于晋还惨。因此，沙场尽忠才是保存曹仁名声的最好办法。你这娃娃还真够意思，最后败给你，我也没什么好怨的。孟德，是我对不住你了。李隆志，给曹仁选一副上好棺木，把他送回曹魏吧。是吧？随着曹仁大军的覆灭，围困长沙的曹军很快就被魏延击破。曹魏的荆州区域再无可战之兵，李世民随后挥军北上，一举攻克了江陵、襄阳等曹魏城池。至此，荆州全境落入李世民之手。丞相为什么能让1800年后的人们念念不忘？其实并不是他的出师表，也不是一次次的北伐，而是他诸葛治蜀的伟大功绩，是他始终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。启禀丞相，曹真10万大军以兵至阳平关。另外，雍凯勾结孟获，引起南中叛乱，有不少南中世家已经响应了他们。现在他们兵力达5万，正往成都进军。丞相，现在我们兵力空虚，根本不能同时应对曹真和孟获。属下建议立即征兵，先平孟获，再退曹真。不可，陛下先前组建新军，连番出征，已经给百姓造成了很大负担。若是再征轻壮，错过农时，多少百姓会因此家破人亡。此事无需在意。诸葛亮说完，在场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。现在益州的总兵力不过15万，其中5万还被李世民带了出去。如今的情况可谓是岌岌可危。曹魏兵出3路，目的是拿下荆州和扬州。曹真这路人马主要起牵制作用，若是无机可乘，曹真必不强攻。孟起，你率8万人前去支援王平，切记不可主动出击。是。子龙，你带上所有新军，随我南下平定叛乱。丞相，新军就1万人啊！雍凯和孟获现在得到了南中世家的赞助，实力不可小觑啊！还是征兵去汉中造势，把部分主力调去南下吧。我说了，此事无需在意。我曰：是在。是至，你们3人随我南下。陛下曾交代，让我重点培养你们3人，希望你们不要辜负陛下的厚望。是，我等必不辜负陛下的厚望。丞相，我觉得还是太悬了，要不我开车去把陛下接回来吧。
右场，你换新车了？哪有？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9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，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，千万别错过了。另一边，由于科举制的颁布，不少世家大族都意识到此举会严重限制他们的权利和发展，纷纷趁机发起叛乱，直接让这场叛乱比原本的历史强上了几倍。诸位，成都的世家已经答应成为我们的内应，只要他诸葛亮带兵出了成都，他就有家归不得。到时候我们和成都的世家里应外合，直接就能吃掉他们。雍大人还真是本事，不仅搞来了吴国的资金，还找来了外援。听说这诸葛亮只带了1万人过来，我都不知道他拿什么来打。就他那么点人都不够我的项兵练手，诸位就看我如何大破诸葛亮吧。自刘禅登基以来，连连征战，民不聊生。如今外有曹真，内有雍凯、孟获，此时此刻刘禅还在外面穷兵黩武，此等暴虐之君，诸位何不共同讨之？说得对，刘禅昏庸无能，还搞科举制阻塞贤路，此等庸碌之主，不值我等效力。刘备明备，这是说准备好了的；刘禅明善，这是说该送人了。他们的名字连起来，就是都准备好了，该送人的意思。所以他父子俩怎么可能恢复汉室？对，乔大人说的太对了。诸位，趁现在诸葛亮出征，我等即刻占领成都，切断诸葛亮归路。等雍凯和孟获胜利后，我们就与他们联手进军汉中，一起攻营曹魏王师，封侯拜相。我等一切听乔大人指挥。乔州内极具煽动性的谶言解，很快就在成都的世家圈子流传开来，直接影响了很多掌握机要的世家官员，直接引起了成都内乱。丞相，不好了！乔州在成都引发了叛乱，现在成都的世家私兵正与城内的守军交战。丞相，要不我们先回成都平叛吧？一旦归路被断，我们将腹背受敌。南中必须现在打，成都也必须马上救。什么？诸葛亮说的没错，因为这根本不是一道选择题。如果现在撤军回成都，那南中叛军就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世家响应，兵势将更为壮大。如果成都不救，成都叛军就会彻底断掉大军的后勤补给，还会与南中叛军形成夹击之势。届时诸葛亮的大军将不战自溃。诸位莫慌，且看亮如何绝地翻盘。一夜之间土崩瓦解，而造成这样的竟只是因为1000骑兵。弟媳，汉军投营来了！快弓箭手，快放箭！箭矢像雨点般朝骑兵射去，可都被骑兵的铠甲一一弹开。随后一声巨响，前排数百匹战马几乎在同一时间踹翻栅栏，冲进了叛军大营。守在营门的士兵顿时被撞得横飞而起。怎么回事？这支骑兵居然刀枪不入！没错，这支身披黑色重铠的骑兵就是李世民当年的玄甲军。虽然铠甲硬度比不上大唐，但也足以在这个时代刀枪不入。我乃长生赵子龙也，谁敢与我决一死战？赵云带兵四处冲杀，不断有冲上来的敌人倒在他的枪下。姜维带领骑兵到处放火，不断焚烧叛军帐篷。有些睡得沉的叛军被活活烧死，不少叛军此刻都是懵的。谁能想到诸葛亮居然会在这个时候派出骑兵袭营？走衰了，快救火，赶快救火！有敌人袭营，快阻止他们！叛军大营乱成一团，救人，寻找敌人，懵逼不知所措。不要恋战，不要停留，随我冲！他们兵力不多，别让他们跑了，快结长枪阵拦住他们！长枪阵虽然是骑兵的克星，但在人马俱甲的玄甲军面前丝毫不及。仅仅一个冲锋，叛军的长枪阵就被直接冲跑。可这毕竟是叛军大营，只要叛军把他们逼停，到时候才也能把汉军抬死。唯一的办法就是一直往前冲，冲乱敌营。你们顶着，我开车去搬救兵。首领，你换新车了？哪有？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了上买了台比亚迪汉，才花了9万多，比新车便宜10万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。总之听我的，买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怎么回事？外面怎么这么吵？回用将军，汉军趁着夜色袭营了。真是一群蠢货！难道你们连这点警惕性都没有吗？雍凯肆无忌惮地大发脾气，可他似乎忘了，他的这支大军只是联军，军帐内的将士也不全是他的属下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给我出兵！江西营的汉军都给我杀了！
此行已达目的，全军撤退。士兵们听到赵灵的话，赶紧跟着就跑。一路上，他们边跑边杀边放火，将一个个帐篷点燃。有的帐篷里是蛮人带来的战象，战象看见火光后，也开始慌乱起来，四散而逃。数十头战象在叛军大营里到处乱窜，让叛军大营更加混乱。封住火势，很快就烧成一片。看着一大片被点燃的物资粮食，蛮兵心中在滴血。你们这些蛮人真是废物，带来的这些畜生一点作用都没有，还踩死我们这么多弟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们蛮人就是废物，雍将军和你们联手就是瞎了眼。为了你口中的雍将军，我们牺牲了多少弟兄？你还如此羞辱我们，弟兄们，跟他们拼了！因势而聚，事尽则散。由于眼前的失利，南中士兵和南中蛮族直接就爆发了内讧。起火了！起火了！丞相，叛军大营起火了！王俊，你按原定计划，速速领5000人前去叛军大营。是。早就集结等待的汉军，在王迅的带领下，浩浩荡荡的就朝叛军大营冲去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王迅竟然没有进攻，而是拿起大喇叭对军营喊了起来：“夷人的弟兄们，我们丞相知道你们是被雍凯蛊惑的，罪不在你们，只要你投降，我们既往不咎。”雍凯闻言，顿时勃然大怒。他很清楚这是诸葛亮的离间计，可现在世家士兵和蛮兵已经爆发了内讧，事情发展到这地步，局面已经不是他能控制的。不要内讧，不要内讧！我们的敌人是汉军，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。可你一开始也没把我们当自己人啊，在你眼里，我们也不过是你博富贵的工具而已。为师必缺，穷寇勿迫。这一夜，汉军自始至终都没有介入这场内讧，而是在大营外静静的候着。3个时辰后，最后的胜利者孟获率部投降，5万叛军只剩下2万人。至此，南中叛乱暂告一段，10几个农夫躲在破庙内瑟瑟发抖。他们是世家的佃农，此时成都的世家正高举叛旗，到处征集青壮与守军交战。对他们而言，不管谁胜谁负，他们都是死路一条。原来你们藏在这，难怪怎么找也找不到你们。大人，求求你放我们一马，我们只是种地的，根本不会打仗，我们不想死啊！别废话，要么上战场搏个富贵，要么我现在就打死你。别忘了你们的妻小都在我们手里。在这个时代，农民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田地，只能成为世家的佃农生存。和平时，他们是世家的家奴；战乱时，他们是世家的炮灰。是生是死，从来由不得他们自己。大人，城内很多世家军官都叛变了，现在我们根本分不清敌友，很多叛军打着支援的名义对我们捅刀，我们的弟兄现在是伤亡惨重啊！陛下说的没错，这些高门世家果然是大患。赵先，朕出征后，世家极有可能叛乱。世家若是生叛，就升起孔明灯。城里的暗卫看到后，会帮你解决他们的。什么暗卫？是在，进来给霍将军说明一下情况吧。报告霍将军，我们暗卫一共有2000人，现已全部潜入各大家族内部。只要一声令下，我们就能立即斩首对方首脑，让他们失去指挥。陛下，你想铲除世家？没错，科举制对高门世家来说，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，他们的叛乱几乎是必然。既然知道，那就要提前做好准备。此等城府心计与之前相比，完全判若两人。这真是我从小就认识的那个陛下吗？少先，你带人在城外秘密挖几条地道，他日世家就算彻底控制了成都，我们也有办法给他来个釜底抽薪。遵命。记住，一旦世家叛乱，就要彻底铲除他们，把他们一个不留的从世上驱逐出去。陛下，这样是不是做得太过了？丞相肯定不会同意你的做法的。什么都无法舍弃的人，就什么都无法改变。朕要彻底终结这个世家门阀时代，只有把他们彻底铲除，百姓才能免遭奴役之苦，普通人才有出头之日，我们大汉才能浴火重生。落魄贵族出生的邓艾非常明白李世民这番话的含量，自己身负大才，却因为出生和口吃问题被打发去看稻田。要不是李世民把他绑来蜀汉，真不知何时才有出头日。一想到这里，邓艾的心情就无比复杂。爱虽不才，愿为陛下肝脑涂地，彻底铲除世家。很好，这事就交给你了。记住，万事做绝，不留余地。所有骂名由朕一力承担。另外，别让相父知晓此事。陛下。李世民摆了摆手，示意邓艾不要再说下去。他知道邓艾想替他揽下这千古骂名，想替他承受这一切。可他两世为人，又怎么会在乎名声了？上一世我是开疆万里的天可汗，追求的是彪炳史册，功盖千秋。可这一世，我只想让相父赢一次，让相父不再含恨而终。至于什么是非功过，就任由世人评说吧。霍将军，邓将军的援军现已抵达城外，可各处城门均已失守，援军无法入城。
无外，传令，升孔明灯。孔明灯缓缓升起，犹如初升的太阳，照亮了世间所有黑暗。潜伏在各大世家里的暗卫知道，此刻就是铲除世家的时候，纷纷行动了起来。孔明灯，是丞相回来了吗？不过回来也没用，城内四门已被我们控制，你们是进不来的。若非刘禅所逼，我等是真不想与丞相为敌呀。别在这惺惺作态了，陛下早就料到你们会反了。什么？你居然是刘禅的人？开辟险路，奇袭敌军，诸位随我共建奇功。邓艾的援军神兵天将般的从城内杀出，直奔各大世家府邸。在暗卫的配合下，各大世家很快就被屠戮殆尽。随后，邓艾颁布政策，放过所有被胁迫的从犯，彻底平息了这场叛乱，也彻底根绝了原本蜀汉覆灭的源头。相父，你真的要走了吗？先帝庙内，四军殿上都在候臣北伐佳音，臣不得不去，还望陛下保重。传令，出兵北伐。相父。在平定成都叛乱后，李世民与诸葛亮就益州世家的处置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诸葛亮认为争夺天下的本质就是争夺世家的支持，不应对其斩尽杀绝。可听完李世民的话后，诸葛亮被彻底折服了。永远不要在别人的优势项目里玩别人定好的规则，你永远赢不了的。想赢就要跳出他的规则，他打他的，我打我的，不断开辟对自己有利的新赛道进行颠覆。曹魏是高门世家的代表，那就一定要和他比世家的支持嘛。朕要跟他比的是寒门人才的支持，是天下所有底层百姓的支持。朕要把世家之争演变成寒门与世家之争，让蜀汉成为寒门的代表，用天下寒门和底层百姓与曹魏一决高下。尽收寒门因才与曹魏抗衡，高，实在是高。无论是先帝还是关张赵黄，我们蜀汉的核心班子一直都是不被人待见的普通人。也正因如此，各个世家都不愿与我们合作，这才是我们人才凋零的根本原因。相父，既然要争天下，就要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，谁是我们的敌人。所以我们的科举制不能只是文人的科举，更应是选拔各行各业人才的科举。陛下的意思是设立农业、商业、锻造等民生科考，选拔各行各业的人才。相父果然聪明，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。我们和曹魏之间有着巨大的国力差距，哪怕现在三州在我也不能与其匹敌。大力发展经济和创新才是制胜之道。臣明白了，这科举制就交给臣吧。在曹魏三路出击后，魏蜀吴三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挫。曹魏虽然丢了荆州北部，可在东吴方面却取得了大利，尽收东吴长江以北之地。蜀汉由于世家叛乱，整个行政运作都处于半瘫痪状态，而东吴却面临了灭顶之灾。你们都说说看，吾现在要怎么做？曹魏已经打到长江边上了，蜀汉又在一旁虎视眈眈，就现在这情况，北屯并那是早晚的事。主公莫慌，刘禅虽然击破了曹人，可魏强蜀弱的局面并没有改变。刘禅若想对抗曹魏，那就必须联合我们，不断削弱曹魏，而不是和我们斗得两败俱伤。对，吾现在就派人去成都找刘禅言和。这话卢子敬生前和你讲多少遍了，你现在才听进去。之前背蒙偷袭的时候不是很能吗？现在咋怂了？孙十万，你赶紧支棱起来啊！曹人将军殉国，荆州北部全丢了，现在蜀汉已经威胁两京了。陛下，当务之急是加强长安与洛阳周边的防御，防止蜀汉的两路进攻。臣赞同。臣在汉中与马超对峙时发现，蜀汉的军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，曹仁将军极有可能是败在他们的新军手里。既然这样，子丹，你来负责洛阳防务，护镇周全。仲达，你升任雍凉都督，负责长安防务。是，要不是无人可用，朕可不想用你司马懿。也罢，打赢平外患，打输平内乱，你司马懿在扬州大破东吴，这威望都高到能威胁朕了，朕可不能容你。自荆州归来后，李世民就经常到诸葛亮府上研究魏吴两国的攻伐策略。诸葛亮的府邸不知什么时候起，就变成了李世民的秘密基地。相父，曹魏国力强盛，应采取分化策略，分散敌方军力，逐个击破，逐步蚕食曹魏领土。东吴国力羸弱，孙家与江东四姓又是矛盾重重，应挑拨其内部矛盾，伺机吞并。陛下所言极是，臣就是有一事不明。相父，你说，为啥你们一天天往我家里跑？
有什么事你们不能在朝上讨论吗？非要跑我家里来？那还不是丞相你这伙食好，又是诸葛烤鱼，又是孔明茶。要不是陛下说你这吃的花，我们都不知道你这么会享受。对啊，我说孔明啊，你就赶紧拿出来招呼一下大伙呗。跟你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我都不知道你藏了这么多好东西。你们哪里听来的谣言？我这天天粗茶淡饭的，那有什么诸葛烤鱼、孔明茶？丞相，别这么见外嘛，外面都说你是美食发明家了。你们哪里凉快哪里去，别天天跑我这蹭饭。哎，看来后面要换地方蹭饭了。启禀陛下，孙权派人送来黄金万两，希望与我们握手言和。告诉孙权，他的好意朕收下了。陛下，我父兄的仇就这样算了吗？别忘了，先帝和三叔都是因为东吴而死的。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怎么可能就这样算了？关兴，你去信荆州，让孙绍加大力度招揽孙策旧部，尽快组建荆州水师。另外，让廖化在胶州加强军备，为后续伐吴做好准备。陛下既然打算伐吴，为何还要收下孙权的黄金？他送钱上门，我干嘛不收？没这钱，我怎么组建水师灭吴？是至，益州水师由你来组建，朕要三路伐吴，一举歼灭东吴。是。对了，胶州送来了一种名为战成道的良种，伯约是在，你俩负责推广播种，3年内务必筹集到足够的军粮北伐。是。在李世民和诸葛亮的经营下，蜀汉的国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。经济方面，蜀锦成为了三国里的硬通货，大量的财富从魏吴流入蜀汉，使得蜀汉百姓家家富裕，路不拾遗。在科技创新方面，得益于特色科举制的推广，各行各业的发展都卷出了新高度。如今蜀汉的军备更是发展到能与大唐媲美的程度，不少的唐代工艺都在李世民的指导下出现在了蜀汉。现在的蜀汉俨然是贞观之治里的盛世大唐。传令，出兵北伐。相父放心，这事由我，北伐定可成功。我李世民定让你亲眼看见汉室统一。关兴、张苞在，命魏延从襄阳出兵，策应相父，直取洛阳。你等随朕亲征，率益州水军沿长江而下，直取东吴。是。风从岐山吹过400年，落在大唐贞观终南山。这一世，李世民魂穿刘禅；这一世，天可汗终将弥补7年。亮再不能兴复汉室，悠悠苍天，何伯于我？相父，这是由我李世民定能让你看见汉室统一。经过3年的精心准备，诸葛亮正式拉开了北伐的序幕。和原来不同的是，现在的蜀汉手握3州之地，还有成建制的唐代重甲军团。北伐军自益州、荆州2路出兵后，直接打得曹魏节节败退，兵锋直逼长安和洛阳。嗅到战机的东吴也在此时发起北伐，趁机收复淮南失地。启禀陛下，陆逊的大军现已在寿春城外与曹休交战，我军若是进攻，陆逊定不能回援。很好，传令孙绍，命他率荆州水师往建业方向进攻，同时拦截可能回援的吴军，让廖化从胶州出兵，直取三吴。是吧？孙十万，朕现在就让你体会二叔当年腹背受敌的滋味。传令，扬帆起航，随朕灭吴。正在倾国北伐的东吴万万没想到，蜀汉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发起突袭。毫无防备的吴军在蜀汉的进攻下一触即溃，不少守军更是不战而降，战线很快就推到了建业。主公，长文失守了，先主公的旧部大多投降孙绍了，现在能战之兵不多了，还是赶紧逃吧。孤已经从武昌逃到建业了，孤现在还能逃去哪里？陆逊呢？陆逊究竟在哪里？他为什么还不回援？别指望了，陆逊现在正与曹休打得难分难解，救不了你了。你现在能做的就是摇尾乞怜，好好的当一条丧家之犬。刘禅，你这无耻小人，居然被蒙偷袭，孤要跟你拼了！朕什么时候与你这背信弃义之徒结盟了？你不会以为朕收下你的黄金就是与你结盟了吧？刘禅小儿你，关兴，孙权就交给你了，现在该为二叔报仇了。谢陛下。孙绍、廖化，你俩立即把手中的东吴降军和舰队交给朕，朕要给曹魏致命一击。是，臣遵命。与此同时，诸葛亮也在岐山成功击败司马懿，一举拿下凉州全境。司马懿大败后，就一直龟缩在长安，跟诸葛亮打起了消耗战。诸葛亮，你拿下了凉州又能怎么样？凉州地贫人少，根本支持不了10万大军的消耗。只要我坚守不住，我就不信你能把我怎么样。一切恐惧来源于火力不足，一切自信来源于火力压制。
给我轰，给我把城门轰塌！可恶的诸葛村夫张衡，你速速带人突围，向陛下求救。再这样下去，长安就守不住了。遵命。求援？朕还想找他司马懿求援呢。现在魏延都打到虎牢关了，朕哪里去给他找援军？陛下莫慌，我已通知各州都督进京勤王，秦王军很快就能击破魏延，到时候我们再集结兵力收复长安。说得对，我们曹魏国力远超蜀汉，我们耗得起。启禀陛下，刘禅的水军出现在孟津港了。什么？孟津港？覆灭东吴后，李世民就集结了所有水军，进行了一场没有退路的军事大冒险。大军从建业出海，再经黄河入洛阳，一旦进攻失败，所有人都将殒命在此。可面对巨大的国力差距，他不得不打这场首都突袭战。兴复汉室就在今日，如今你我皆无退路，诸军何不奋力而战？快拦住他们，不能让他们架设攻城器。果然中计了，王俊，这里交给你指挥，务必吸引魏军主力，朕要攻克虎牢关，与魏延会师。臣遵命。陛下，你怎么这么熟悉地形啊？感觉你是来过很多次的样子。多看地图，自然就熟悉地形了。作为李世民的封神之地，李世民非常清楚虎牢关的重要性。虎牢关易守难攻，只要拿下虎牢关，就能把魏延的5万大军放进来，还能把兖州方面的魏军堵在外面，形成以多打少的局面。大都督不好了，有1路汉军从洛阳方向杀过来了。什么？洛阳方向？难道洛阳沦陷了？洛阳已破，曹睿已死，尔等速速投降！看见洛阳方向杀来的汉军，所有魏军都认为洛阳被攻克了，顿时就丧失了战斗意志。虽然曹真还在竭力指挥，但依旧毫无作用。虎牢关很快就被李世民攻破。随着魏延的顺利入关，被包围的洛阳彻底成为了孤城，短短几日便被攻克。曹睿也成了阶下囚。你们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但要朕写投降书，门都没有。你不写也无所谓，魏延，你押着他去各地招降，千万别让他死了。遵命，赶紧走吧，交门天子。刘禅，你个混蛋，朕记住你了。放心，朕不会亏待你的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们大汉的安乐公。什么安乐公？你们放开朕，朕要跟他决一死战。陛下，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？什么都不用做，在这等相父就行了。区司马懿绝非相父敌手，朕就在这静候相父佳音。在诸葛亮连续半月的轰击下，长安城的防御工事被全部摧毁，长安之战也迎来了最后的时刻。收复就对，就在今日，全军攻城。父亲，不好了，城墙被轰塌了，汉军要杀进来了。援军迟迟不来，看来这是天要亡我呀！父亲，要不我们降了，以父亲的才智，诸葛亮肯定会接手的。儿啊，给自己留点体面吧，都打这么久了，你看诸葛亮有缺降过吗？是啊，招啊！然而要当死于边野，以马革裹尸还葬。来世我们还做父子，全军听令，随我杀敌。随着北伐的大获全胜，蜀汉灭魏吞吴，彻底终结了三国分裂的乱世。华夏1800多年来的最大遗憾，也在此刻迎来了圆满。陛下，臣有一事埋藏心中多年，还望陛下告知。相父想知道什么？臣只是想问问，臣那个不成器的陛下现在身在何方？相父，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从你我相见的第一眼时，臣就发现了。陛下无论身处哪个时代，天生都该是一个终结乱世之雄主。只是老臣还是放不下我那不成器的阿斗。就在李世民默然时，他的身体突然发出了耀眼的光芒，一道身影从他的身体飞出，出现在他们面前。相父，阿斗自知愚钝，无力兴复汉室，所以我每日向天许愿，祈求助你之法。没想到上天真的回应我了，让他这个千古一帝魂穿到我身上了。真是事儿啊！阿斗，你快告诉相父，你现在身在何方？相父不用担心，我现在身在一个叫宋朝的地方，和一个名叫岳飞的忠臣一起北伐。这一次我也要克服中原，平定乱世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相父，我要走了，你要好好保重。天可汗，我的相父就拜托你了。阿斗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相父的。风从岐山吹过400年。落在大唐贞观终南山，这一世李世民定鼎江山，这一世丞相亲眼看见盛世繁华。